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把鸡蛋倒入滚烫的油锅中，没想到这么好吃，一道特别的地方传统名菜，今天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做好的鸡蛋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。学会了过年用来招待客人，特别有面子。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首先我们准备6-7个鸡蛋。想要食材做得美味，首先选材是关键。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会区分怎么样的鸡蛋呢是新鲜鸡蛋，什么样的是售卖很长时间的老鸡蛋了。所以在挑选时，把鸡蛋呢放在耳朵附近，轻轻的摇晃鸡蛋。如果没有声音，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，这就是比较新鲜的鸡蛋了。如果晃起来能听到水声，说明放置时间较长，口感不好，不建议挑选哦。买回来的新鲜鸡蛋，我们先将其清洗干净，加入1勺小苏打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然后加入没过鸡蛋的清水。下手把食盐和小苏打搅拌溶解后呢，浸泡5分钟。跟着我们再用抹布把鸡蛋一个个的擦拭干净，因为鸡蛋表面有残留的粪便和细菌，如果没有清洗干净，煮的时候这些脏物就会随着鸡蛋表面的气孔进入鸡蛋中，在剥壳的时候呢也会沾到鸡蛋上，这样呢就很不卫生了。而食盐和小苏打都具有很好的清洁效果，一来可以软化污渍，二来可以消毒杀菌。这样我们用厨房纸搓洗一遍，跟着再用清水漂洗一遍，鸡蛋就非常的干净了，个个洁白锃亮，可以放心使用了。现在把洗干净的鸡蛋控水捞起，先放在一边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煮鸡蛋，在水似开未开时就可以下入鸡蛋了。鸡蛋其实很容易熟，蛋白遇热就容易凝固，所以不要开水下锅，容易把鸡蛋煮老了。鸡蛋温水下锅，然后小火煮6分钟左右，再关火焖5分钟，鸡蛋就呈现完美的成熟状态了。煮鸡蛋的同时，还可以在水里面加点白醋，这样可以让鸡蛋壳更好的脱落。因为鸡蛋壳的成分呢是碳酸钙，当与醋酸发生反应后呢，蛋壳便会被软化，这样不仅在煮的过程中蛋壳不容易开裂，软化的蛋壳只需要轻轻一碰，轻轻一碰就脱壳了。好了，盖上盖子，开始焖煮。如果想要溏心蛋，则煮的时间呢要稍微短点，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准备点其他的配料。准备1块生姜，我们将其切成薄片，装入盘中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我们用刀将其拍碎，这样营养香味呢更容易释放出来。一同装入碗中，跟着再加入1-2个葱节，2-3个八角，1块桂皮，几片香叶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这会儿鸡蛋呢也已经煮好了，我们把鸡蛋控水捞出，立即放入冷水中过凉。不烫手之后呢就可以剥皮了。虽然有温水煮蛋加醋煮蛋的辅助，但为了让鸡蛋达到轻轻一碰轻轻一拨就脱壳的效果，煮熟的鸡蛋呢要过一下凉水，再次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让蛋壳与蛋清之间产生缝隙，这样在剥壳就轻松许多了。看看剥壳的过程很轻松吧，剥好的鸡蛋白皙滑嫩，看着就好想咬一口。剥好壳的鸡蛋呢，我们取一把小刀，一手拿起鸡蛋，我们选鸡蛋的4个边，分别划上1刀，这样鸡蛋更容易入味，
这样就可以。挨个划好后呢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这时起锅烧油，油可以稍微多来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炸鸡蛋。开大火加热，6成热时放入煮熟的鸡蛋，然后中小火炸一会儿，中途用铲子稍稍翻动，使鸡蛋受热更均匀。炸至表面起虎皮，颜色金黄，差不多这个样子呢，就可以捞出沥油了。然后先装入盘中备用。锅中留底油，下入100克左右的冰糖，我们炒个糖色。如果糖色炒不好，那么后续步骤就无法做下去，这一步很关键哦。全程采用小火慢炒，炒到油呈现出枣红色的状态为止，而且这个时候锅里也会开始起泡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鸡蛋放进来了，继续煸炒，使每一个鸡蛋都均匀地裹上糖色。鸡蛋上色以后呢，我们把香料放进来一同煸炒，把香料炒香。下一步呢，就可以调味了。往里边加入少许的生抽调味，一点点老抽调色，少许的蚝油提鲜。继续煸炒，使其入味。如果喜欢吃辣呢，可以加一勺豆瓣酱。把调料炒香以后呢，这会儿倒入1罐啤酒，盖上盖子焖煮5分钟。这一步可以让鸡蛋上色，并吸收料汁的味道，更加入味。时间到了，哇，好香！现在呢，我们先用筷子把里边的香料夹出来，不要了，因为香料的香味呢已经完全释放了，再留下只会影响成菜的效果，没有任何作用。这时我们往里边呢加入一点点的食盐，开大火收汁，不断的用铲子翻炒。汤汁浓郁后，我们撒入1小把芝麻蒸香，再翻炒半分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盛出装入盘中。最后撒上点迷人的小葱花点缀一下。好吃的红烧虎皮鸡蛋呢就做好了，看着很有食欲吧。红烧虎皮鸡蛋，虎皮鸡蛋是一道非常有名的家常菜，外脆里嫩，香味浓郁。再通过红烧的做法烹饪一下，入味鲜香，脆嫩爽口，是真香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坚持每天吃1枚鸡蛋，身体更健康。鸡蛋不仅营养丰富，也是所有食物中营养吸收率最高的食物之一。如果你也爱吃鸡蛋，那么赶紧试试这道做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有食欲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